刚出社会的我，月薪大约3万左右。曾经我也以为可以透过好好的理财投资，就能累积出巨大财富。毕竟我们总是可以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每月定期定额几千块，就可以靠存股提早退休，似乎默默的被教育好好工作、存钱、理财，到时候就可以靠被动收入提早退休了。直到我经历了日复一日上班、下班，以及无数个失眠的夜，有天我突然意识到，要投资理财的名人好像都不单单只是靠投资发家致富的，要不是本业收入很高，要不就是出书上节目赚钱，甚至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连巴菲特也可能不单单只是靠投资致富的。因此本期影片要来实际计算看看，到底月薪3万真的能靠投资致富吗？来探讨这样的状况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行性，以及影片后半段我将分享3种普通人能加快资产累积速度的方法，希望帮助你更快达成财务目标。感兴趣的话就看下去吧。首先想提早退休，我们得先确定目标。假设退休后我们把资产投入在年化报酬率有6到8%的标的上，那么退休后每月只提领4% 的话，基本上到生命终止前都可以有花不完的钱。以这样的4%法则计算的话，如果每月生活费保守估计希望有5万就好，那本金就会需要1500万。接着我们使用网络上的复利计算机试算看看，假设你目前刚毕业，只有以前存的红包钱10万块好了。假设你每月月薪3万，每月可以存下2万，省吃俭用的话，那么利率以 ETF 平均来看算8%，那么计算出来大约23年你的资产可以达到1500万以上。OK， 这样23年后你可以存到1500万元，那差不多是45岁就可以像网络上名嘴说的，拿着每月5万的退休金。这样听起来好像也不会太难，但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大前提是，从22岁到45岁，你每个月只能花1万，这意味着你可能没办法结婚、买房、生小孩，甚至可能无法时常吃大餐、出游等等。这些如果你都可以做到的话，也可以接受，那真的很好。但我想大部分人不会想过这种生活吧。所以为了更快达到退休的目标，我们可以试算看看提高报酬率与每月定期定额的金额。假设报酬率从8%提高到15%好了，定期定额每月从2万变成存4万。那这样子达到1500万的目标，大约只要12年，只要维持12年无欲无求的生活就可以了。这样听起来好像有比较可行一点哦。从以上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想尽早达成自己的财务目标，要么提高报酬率，要么提高本金。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主要针对这2个方向做讨论。我们先第一是提高报酬率。除了 ETF， 想提高报酬率，你可以透过成长投资、价值投资、红绿灯筛选法等等方式提高报酬率，或者有些人会选择操作当冲、选择权、期货等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但投资报酬率再高也是有一个极限。以股神巴菲特为例，他的长期年化报酬率大约也只有20% 左右。有些人可能会想，可是某某老师教我做当冲选择权，我几天之内就可以赚30-50%甚至100%。其实有些人会有一个盲点，以为当冲选择权的报酬率可以套用在年化报酬率上，但这并不合理。原因是这种每单的报酬率不等于年化报酬率，是真的有几笔单赚到那么多趴，但这并不代表你的资产会以这样的速度成长，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把全部的资产放下去玩，更何况也不是所有的单都可以有那么多的报酬率，赔钱的人也是不少。因此拉回正题，当报酬率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后，现在能努力的就是提高我们的本金，因为没有本金，即使学会那么高的报酬率，也没有钱去滚。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大部分的投资达人几乎都是透过提高收入而非提高报酬率来取得财富的。当然巴菲特也都是靠创业累积资本。或者我们不要看那么遥不可及的人，观察身边任何你知道的投资名人，你认为靠投资赚大钱的人，哪一位是一直领着月薪3-4万而提早退休的呢？这人可能原本本业收入就不低，因为有些人可能靠出书、演讲、上节目等等方式赚钱的，对吧？
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彻底明白，提高主动收入似乎才是最直接有效达成财务目标的方式。因此，接下来我要分享3种普通人在家就能为自己加薪的方式。第一，以讯息差赚钱，例如电商经营、代购等等。有些人其实不懂如何购买国外的商品，像日本家电啊、欧美精品、韩国的专辑周边商品，或者是淘宝的生活用品等等。很多人只是偶尔会购买国外的东西，不了解中间的金流、集运、关税等等细节。如果你时常出国，或自己也时常购买这类国外的商品，这种商业模式便很适合下班时经营。而且如果可以搭配各式社团，找到目标用户，收入可能会更高。像我有时候脸书滑一滑，就可以观察到各种偶像社团里面的代购，每次偶像回归时，他们就跟着一起代购赚钱。相信每年这样做下来，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那研究房地产，很多人可能会想，我连存钱都有困难了，怎么还会奢望买房呢？别急，从上礼拜的影片我们可以学到，买房就是需要研究才有可能买得起。如果越排斥越不想研究，那么最终很可能是身边的人都买房了，自己多年后却感叹房价就像已逝的青春，再也追不回了。其实以我自己身边的案例来看，发现其实蛮多科技业与金融业的朋友是选择把资产配置放在房子里，而非放在金融业、科技业的股票里。这听起来蛮意外的吧？其实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房子真的算是一个不错的理财工具，这些案件的报酬率甚至不比股票差。只是我认为投资房地产毕竟也是开了5倍的杠杆，建议做好资产配置再投入。第3，下班经营自媒体。如果以上2种方式对你都不适用，你可能很少在电商平台购物，目前也没有本金可以投资房地产，那么经营自媒体就是一个几乎零成本的赚钱方式。你可能会认为做自媒体就是要抛头露脸，忍受酸民的攻击，根本就不适合自己。其实想要不露脸做自媒体还是有很多种方式的，就像是这个账号靠着 IG 图文、短影片不露脸，光是贩卖1本电子书在1年内就变现了几十万台币。另外还有这些账号以及这些账号从来没露脸过就拥有超多订阅与收入。而且我认为自媒体虽然说是副业，但其实它并不像其他的一般兼职，有做才有钱，它反而拥有被动收入的特性。努力一次的作品，无论是图文、短片或长影片，然后未来任何时间有人认同你的服务与商品，就可能为你带来收入。当然前期一定会有零收入的积累期，但相对的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不需要出门通勤备课，不需要日晒风吹雨淋，可以在家透过1台电脑、1部手机，利用闲暇时间就可以打造自己长期的副业。总结本期影片试算了月薪3万靠投资致富的可能性，并解释了为什么你应该专注提高收入而非报酬率，并在最后提供给你3种不需要出门就能提高收入的方式。其实就我投资赚钱这几年的观察，我认为投资理财并不是不重要，相反的它特别重要，但它就像是一个基本能力，只要会了摸清楚怎么让钱去赚钱就够了。过多的钻研并不会大幅提高你的报酬率，甚至还很可能降低你的报酬率。因此我认为在年轻时真正需要专注的其实是研究如何提高主动收入。你在这件事上花费的时间越多，收入更可能成正比。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世界上钱多的人赚钱就是比较快，不管是股市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如此。如果你已经投资一阵子，应该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股市中收入越高的人，滚雪球的速度就是比较快，而生活中的有钱人一出生就拥有更多的学习资源，接触的人群、财商思维也一直都不是普通人的圈子能比拟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改变、不突破、不学习，恐怕无法跨越现实生活中的财务阶级。现在的网络时代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利用自己的知识、兴趣赚钱，可以让普通人透过网络社群放大自己的能力与价值。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想想以前网络手机不发达的时代，要让自己的价值被其他人看见几乎不可能，因为基本上只有身边的人会知道你的能力与专业。但现在透过网络就能让全世界的人看见自己的服务与商品，这是否也是一个很好用的财务杠杆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想了解更多自媒体经营的内容，可以在下方链接预约我的咨询，会以我的知识尽量协助你。另外我还写了一本6大被动收入报告，里面记录了24种常见的被动收入变现逻辑，也可以在那里领取。最后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有其他想说的话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下次见，拜拜。